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魂殿向萧炎下战帖的消息一传出去，不到3天的时间，陨落山脉立刻变得人山人海。即便是纸片人的世界，也从来不缺爱吃瓜的群众。中州上那些强者，哪怕是隐士老怪和一些宗派的太上长老，都很好奇魂殿和天府联盟究竟谁能更胜一筹。在他们的翘首以盼之下，魂灭生和魂魔老人带着手下率先出现，一次性出动7名斗圣。这手笔让在场的吃瓜群众再次见识到魂殿的强大。魂灭生眼一抬，天府联盟的人既然到了，那便现身吧。不愧是魂殿殿主，当真是好眼力。话音刚落，萧炎便带着天府联盟的斗圣们出现。吃瓜群众们看到天府联盟竟然有10名斗圣，皆被他们的大手笔震慑住，集体倒吸了一口凉气。魂灭生刚知道萧炎还活着的时候，很是不可思议。在确定禁莲妖火在萧炎手中后，他终于感觉到了一丝丝棘手。魂灭生实在没想到，败落的萧族居然还能出现萧炎这种人物。若说成就，萧炎已经能和萧玄媲美，但魂族能让第一个萧玄陨落，也能让第二个萧玄陨落。今日此战，你天府联盟仅有一次机会，若是败，则万劫不复。萧炎，你敢不敢接？魂灭生的声音带着一股极为恐怖的灵魂冲击，直奔萧炎。萧炎脚步朝前一踏，接。到了这一步，萧炎的心境越发平静。他原本只将打败云岚宗视为自己的最终目标，但横空出世的魂殿让他义无反顾地前行。即便这一路再难，他也从没想过放弃。从某个方面来说，萧炎走到现在，魂殿功不可没。魂殿并不想大面积的彻底开战，他们提出各出3人，3战2胜，将战斗层次摆在最顶层。萧炎同样也舍不得将整个天府联盟搭进去。魂魔老人踏出一步，瞬间一道怒龙般的暗劲冲向萧炎。就在那道暗劲即将破地而出时，萧晨一脚踩在暗劲之处，将其生生震碎。魂族依旧是这般见不得光。魂灭生2人对萧晨很是忌惮。这时，一道杵着拐杖的苍老身影毫无预兆的出现。萧炎脸色十分凝重。这人出现时，空间没有半点波动，实力当真恐怖。魂阡陌。听着萧晨一字一顿的话，萧炎等人心头一震。魂殿果然把这老家伙派出来了。萧晨努力压下心中暴涌的杀意。你这种当年曾在族长手中囚牢的废物，也有脸现身？魂阡陌嘶哑着声音说，萧玄再厉害也难逃陨落，胜者为王，败者寇。曾经显赫大陆的萧族，如今也不过在魂族的俯视下苟延残喘。萧晨再也忍不住，他闪现在魂阡陌面前，巨大的血色斧头对着他怒劈而下。魂阡陌直接一拳和血斧硬轰，萧晨被反震的连退了数十步。他被困妖火幻境数十年，修炼成果自然比不上正常修炼的魂阡陌。此时的萧晨很是不甘，当年的魂阡陌看到他可只有脸色大变，掉头就跑的份。魂阡陌看向萧炎，他闻到了萧玄的味道，看来萧炎果然在天幕中得到了萧玄的传承。今日这场大战有些出乎萧炎意料的惨烈。魂灭生他可以应付，魂魔老人也能交给萧晨，但魂阡陌。就在萧炎头痛时，他的身旁悄无声息地出现一道身影。那个老不死的，交给我来吧。丹塔老祖抬起他稚嫩的脸，眼带深意地看向萧炎。丹塔也算天府联盟一员，如今大家已经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身为丹塔守护者的他，已是无法置身事外。丹塔老祖不敢说能直接打败魂阡陌那老不死的，但平局是底线。有他这句话，萧炎终于松了口气。你们各自小心。丹塔老祖说完这句话，便消失在原地，而后他出现在半空上。只见他手掌一挥，直接构建出了一个空间。魂阡陌，外面场地太小，进来一战。到了他们这种层次，能随手构建空间战斗，只不过这种空间并不稳固，一般战斗结束就会自动消散。等他们2人都冲进空间后不久，空间便变得有些透明，正好方便外面的观众看他们2人的战斗。萧晨盯着魂灭生和魂魔老人，沙哑着声音问，谁继续出来？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魂魔老人站了出来。萧晨心中多了些许凝重，如果他是正常修炼到现在，别说是魂魔老人，就算是魂阡陌，他都不会放在眼中。滔天的斗气自魂魔老人体内暴涌，五星斗圣后期的实力一出，顿时将在场的观众震慑得一脸惊惧。萧晨盯着魂魔老人，眼中逐渐涌上些许赤红。犯萧族之威者，死！魂魔老人讥讽着说，现在的萧族可没资格提这句话。
萧晨的眼神冷得可怕，即便萧族败落，魂魔老人也没资格评论。他的血斧瞬间出现在魂魔老人头顶，劈了下去。初次交手，魂魔老人有些拖大，很快就吃了个小亏。他阴着脸施展出天妖血骨，一股不属于人类般的凶戾气息从黑云中暴涌，一只暗红色如同蟾蜍般恶心到兜兜不想细说的东西出现。魂骨蛙，萧炎也听说过，这东西是由无数灵魂被强行糅合在一起，所以拥有一些智慧。这种东西一旦放出来就会疯狂杀戮，甚至到后面还会出现攻击主人的事。魂魔老人用魂骨蛙牵制住萧晨时，不断暗中出手，想要趁机将其击杀于此。慢慢的，萧晨不得不转攻为守，隐隐间有些落入下风的意思。萧炎见萧晨处处被限制，但脸色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后，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。如今3场战斗已出2场，魂灭生还没出手，想必是想等这2场结果出来。若是魂殿能赢下这2局，最后一局也就没有比试的必要。就在萧晨和魂魔老人越打越激烈时，天空上传出一道惊雷般的炸响，蛋挞老祖和魂切墨从突然炸开的空间中倒飞，两人都退后了数百步才缓缓稳住身形。下方的萧炎和魂灭生几乎同时开口问他们结果如何。蛋挞老祖和魂切墨对视一眼，迟疑了一下，说算平局吧。他们2人的实力差距并不大，若真要以死相搏的话，的确能分出胜负，但他们不可能真的为一场比试拼命，所以平局就很不错。魂灭生苦笑一声，只要魂魔老人能赢，大局基本也能定下。魂切墨眉头紧皱，声音低沉着说，有些难。别看萧晨好像手忙脚乱的，但若是他有这么好对付的话，当年就不会有那等名声。魂魔老人出现在魂骨蛙头顶，不管萧晨经验有多丰富，但自己在等级上始终压他一筹，想要赢他简直是痴人说梦。萧晨面无表情地瞥了一眼魂魔老人，他双手紧握着血斧，高举过头，一斧解决你。魂魔老人一边说他狂妄，一边高度警惕。他将体内的斗气急速运转，在身体表面形成无数斗气漩涡。萧晨浑身的气息逐渐归于寂灭，天空上突然涌现层层乌云，霎时间雷霆涌动。萧晨的气息瞬间暴涨到5星斗圣后期，他手中的血斧在天空划过，一条仅有拇指粗细的血线闪现。魂魔老人顿时手脚一片冰凉，一种死亡的气息自他内心深处涌现。他急忙压下心中的惊慌，这种时候他只能拼命，否则绝对难逃一死。魂魔老人一口将魂骨蛙吞噬，而后一道粘稠的血球与血线相撞，几乎整个山脉都笼罩在一种暗沉的鲜红之中。萧晨和魂魔老人的身影从血球中射出，两人皆是浑身鲜血，十分狼狈。萧晨抹了一把脸上的血迹，他只有5星斗圣中期的实力，先前那足以匹敌5星斗圣后期的攻击不可能连续施展。魂魔老人吞噬蛊虫，虽然挡下了他这一击，保住了小命，但他未来数十年都会因为蛊虫侵蚀斗气而难以提升实力。萧晨吞下萧炎给的丹药，有些可惜地说，这一局恐怕还是平局，最后一场只能靠萧炎了。这个战绩让魂灭生有些不满，魂魔老人的脸上有些挂不住，他早就说过，直接跟天府联盟彻底开战便是，现在魂灭生若是输了，到时候就有好戏看了。魂殿的存在对魂族非常重要，现在可不是拿来和人硬碰的时候。魂切墨打断他们2人的废话，让魂灭生好好准备，这一战势必要决定胜负。魂魔老人冷声说，萧炎狡猾得很，如今他又身怀净莲妖火，他让魂灭生可别阴沟里翻船了。魂灭生和魂切墨对视一眼，眼中皆闪过一抹诡异笑意。净莲妖火吗？他倒要见识一下净莲妖火在萧炎手中能有多少威力。魂灭生在距离萧炎100丈时顿住脚步，3局2平，有些出乎他的意料，不过这也无法改变最后的结局。萧炎让他别把话说太满，回头反而自取其辱。因为萧炎，魂族对魂灭生的微词颇多，当年是他下令让人去抓萧战，他的本意是斩草除根，但在下达命令后，他便因为修炼而闭关，没想到手下的人会因此偷懒，只抓回了萧战。也因为魂殿的心存轻视，这才让萧炎屡次从魂殿的追杀中逃脱，成长到如此强大。抛开2人敌对的身份不谈，魂灭生其实蛮佩服萧炎的，他自认换成他是萧炎，很难爬过那些坎坷的路。萧炎成长至此，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这一次就由他来了结萧家族人的血仇，我也希望今日能够帮他们将其了结。
萧炎心中杀意暴涌，他永远也忘不了家族血仇。魂灭生淡淡一笑，漆黑的斗气暴涌，动手吧，本店也想看看经过妖火空间奇遇之后的你能够强到何种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砰的一声响起，萧炎如鬼魅一般出现在他面前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